从普遍规律来看，中国古代王朝如果想要强大起来，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发展农业。而在商朝武丁在位时期，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视程度最高。根据现在已经发掘出来的甲骨卜辞统计显示，武丁时期关于农业生产事务的卜辞占总数的 4%， 比后世 2% 的比例要高出1倍。接下来本期视频讲述的就是武丁时期的农业生产情况以及农业制度的改革。农业生产首先要保证土地的数量和质量，因此商王每年都会派人进行2次开垦土地的工作。从甲骨文里那些像俄罗斯方块一样的田字来看，殷商时期的土地形状应该特别规整，纵横的田埂和水渠将成片的土地分成面积相等的方块。有观点认为，殷商时期已经有了井田制的雏形。殷商时期的人们开垦土地时，先用斧头和镰刀把土地上原有的树都砍了，然后放火焚烧剩下的杂草灌木和树桩，烧出来的草木灰可以直接当肥料，保证土地最初几年的肥力。然后人们要用弓和杖来测算距离，并且用矩来调整端正的形状，将土地划分成一个个方方正正的区块，并且按照划定好的区块，在不同区块的土地之间挖沟。干旱时期可以用来灌溉，雨水过多的时候可以用来排水。接下来还需要在耕种的土地上平地打垄，这个过程当中将会使用到大量的农具。殷商时期使用的农具有石头材质的，也有青铜材质的。有观点认为，武丁时期青铜农具的推广使用有助于农业生产的大发展。金属农具和石质农具不同的一点在于，石质农具破损之后只能抛弃，而金属农具可以重新熔铸，所以如今出土的青铜农具数量相对来说并不多。殷商王朝全国的土地都归商王所有，商王将一部分留作瘠田亲自经营，另一部分分给贵族经营。贵族的家族组织分为3级，分别为宗室，即贵族的核心宗族；分族，即贵族的宗族分支；类丑，即贵族的家族奴隶。贵族在商王那里是规规矩矩的臣子，而在自己的宗族土地之上就是作威作福的君王。贵族族长们在分封的土地之上建立核心城邑，建立宗庙，并拥有一套和王朝中央类似的职官体系。王朝迁徙、贵族家臣、多侯臣属3者共同构成了殷商王朝的职官体系。围绕着宗室的核心城邑，各个分族也有他们各自的城邑聚落，商王王都、贵族城邑、分族聚落，3者共同组成了殷商王畿的城镇体系。而在各级城邑聚落外围，有各级职官进行管理的土地之上，殷商王朝使用铸法进行税赋的收取，即土地分为私田和公田。众人和奴隶等人员除了对私田进行集体耕种以外，还应该对耕田进行助耕。私田的收成归属进行辛苦耕种的众人所有，公田的收成归商王和各级贵族所有，充当税收收入。孟子说，殷商时期一般是70而著，也就是说每70亩土地中有7亩是公田，相当于按1/10的税率征收农业税。夏朝曾经有历法流传下来，被称作夏小正。夏小正里将一年中不同时间的星象和气候现象记录下来。根据对夏小正里记载的星象分析，人们大致能够确定绝大部分星象属于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星象。因此夏小正的原始参考资料应该是从夏朝时期传承下来的，并且有人认为原始版本的夏朝历法是太阳历，一年10个月，每个月35天左右。正月黄昏时，北斗星，斗柄朝下；半年之后的6月黄昏时，北斗星，斗柄朝上。后世东周时期的人们整理过程当中，把一部分原属于10月的内容转移到了不存在的11月和12月上。商朝应该是对夏代历法的内容有所继承，但商代历法并未完整的传承下来，人们只能根据甲骨卜辞整理出当时一部分的历法与农史。殷商时代似乎是开始使用阴阳合历，按照月亮的阴晴圆缺来确定一个月的时间有多长，按照太阳不同时间东升西落的规律来确定一年的时间有多长。阴历分一年为12个月，大约30天，小约29天，有的年份有13个月，可能是闰月。武丁时期把闰月安置在最后，祖庚、祖甲时期以后开始把闰月安置在中间。现行传统农历把完全看不到月光的朔日定为每个月的第1天，而阴历每个月的第1天到底是看不到月光的朔日还是月亮最圆的望日，
学者们正在激烈争论当中。阴历的月份与现行传统农历的月份相差约4个月，阴历的1月大致对应农历的5月，公历的6月，以此类推。目前对于阴历一年到底从哪一个月开始并没有定论，一共有7种说法，争论的比乐手更激烈。我们这期视频当中对于这种悬案不做过多的讨论，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殷商时代开始使用干支纪日法，而干支纪日从殷商时代出现到现在一直是连续且未曾间断过的。有了干支纪日法，人们就可以清楚且连续地记录哪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60天一循环，2个月内不重复，长期观察记录就可以得出更准确的历法周期，得出误差小于1天的回归年日数。根据相关推算，商朝人能够确认一年为365.33天。殷商时期的人们称白天为日，夜晚为夕，早晨叫明旦、末旦，上午叫朝、大采、大时，中午叫中日，午后叫仄，下午叫小时。小时之后是郭分，傍晚叫暮、昏、小采。过去被称为夕，较近的未来被称为翌，较远的未来叫做来。阴历1月，即如今的农历5月，公历6月，端午节前后，殷商时代的农民在这个月里开始播种粟和黍，有的时候也会在下个月进行播种。播种的方式有撒播，也有窝种和点种。撒播就是把一把种子扬在耕种的土地上，窝种就是在地上刨坑，每个坑里撒上3-5粒种子，点种就是一次把单个种子或2-3粒种子直接塞进土里。水稻也在这个月进行种植，有观点认为这一时期已经有了水稻育秧移栽技术。商朝时期种植水稻的人们也是要站在水田里插秧的。在播种粟、黍和水稻的同时，商朝的农民也在这个月收获麦子。甲骨文上说月仪正要吃麦子，人们按照当时的习俗将新收获的麦子献祭给祖先。这个月是仲夏时节，黄河已经进入汛期，如果这段时间里降雨过多，会影响到麦子的收获与晾晒工作，大雨也会影响刚刚种下的粟和黍的种子发芽。因此商王在占卜过程当中询问上天，1月的时候能不能不要下大雨呀？阴历2月，即如今的农历6月，公历7月，盛夏时节，粟和黍的幼苗刚刚长出来，人们在这个月里又要开始种豆子，并且在这个月里收获大麻。而这个月也是蝗灾的高发期，商人认为万物有灵，蝗虫也不例外，因此为了保证秋收，人们会用10头牛来祭祀蝗神，祈祷蝗虫不要啃食庄稼。同时人们似乎认识到降雨有助于遏制蝗灾，于是通过五花八门的祭祀活动来进行祈雨，包括但不限于跳舞、烧人、献牲。殷商系列视频第1期有关于祈雨方法的一些详细介绍。人们也会用点火生烟的方式来熏杀蝗虫，用火熏杀蝗虫的场景被记录在了一些甲骨文的字形上。蝗虫趴在庄稼上，下面是用来熏杀蝗虫用的火堆，这个字就是丘。后来的发展过程当中，表示蝗虫的部分被取消，丘字成了我们如今看到的模样。人们知道只有熏杀了蝗虫，熬过蝗灾才能得到好收成，于是用丘来代指秋收。后来的人们又开始用秋来代指收获的季节。阴历3月，即如今的农历7月，公历8月，夏末秋初，人们在这个月里要使用铲来开展田间除草工作，而这个月是旱灾的高发阶段，黍、稻等农作物到了抽穗期，不能缺水。商王在祭祀中询问上天：3月会发生干旱吗？3月会下雨吗？阴历4月，即如今的农历8月，公历9月，中秋节前后，这个月是收获的月份，而下雨会影响秋收的工作，所以商王曾经在这个月里从正反2个方面进行8次占卜，询问上天是否会降下雨水。粟、黍类农作物颗粒比较小，成熟之后会自行脱落，为了避免成熟的粮食因为降雨或者自行脱落洒落的遍地都是，人们要抓紧时间抢收粮食。《汉书·食货志》对秋收有这样的描述：辛苦工作了1年的农民，到了秋收时节就要像强盗来抢粮一样，动作迅速。殷商时期的人们经过占卜得出结论，傍晚和晚上收粮会大吉。从科学的角度上来讲，太阳落山以后，颗粒在没有阳光暴晒的情况下不容易脱落，这个时候收获会降低损耗。科学与神学在此时达成了一致，于是在太阳下山以后，人们在月光下开始了疯狂的抢收工作。粮食收回来之后，要举行告秋的仪式，
向祖先和神灵报告今年的收成。阴历6月，即如今的农历10月，公历11月，时间已经进入冬天，正是农闲的时节。商王派遣众人前去开垦新的土地，个别年份里这个月也会发生蝗灾，不清楚是因为当时的气候比现在暖和，还是因为气候异常遭遇了暖冬。阴历10月，即如今的农历2月，公历3月，春天到了，麦子大概是已经种下去了，再过2-3个月又该收麦子。商王开始派人去检查粮仓的维护和修缮情况，早做安排，不耽误其他的种植工作。阴历11月，即如今的农历3月，公历4月，这个月以及下个月，人们要在播种粟禾黍之前度量土地，给土地划区、开沟打垄。这段时间正值小麦的生长时节，人们还要在麦田里除草，而为了有麻布衣服穿，人们还要在这2个月里开始种植大麻。阴历12月，即如今的农历4月，公历5月，人们要在播种之前举行数灯仪式，用上1年收成来的粮食向神灵祈祷，保佑接下来的1年里能够五谷丰登。商王在这个月里派遣众人再次开垦土地，与上次相隔半年时间。而在这个月里，商王还要举行官祭仪式，就是在正式播种之前率领贵族卿士们前往吉田亲自耕田，向天下臣民表明自己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人们还要在这个月里为农田施地肥。甲骨文里又说肥料只有足够多才能耕田。总结起来，殷商时期的人们农忙时节集中在春夏秋3个季节，这3个季节也被后世的人们称之为3时。从上述内容里，殷商时期人们的活动可以看得出来，殷商王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而与此同时，王朝也非常注重其他生产部门的发展，各个生产部门一同发力，才能使王朝彻底复兴。所以在下一期视频当中，我们将会介绍殷商的商业、畜牧业、手工业以及王室田猎活动的情况。